成功级巡防舰，台湾首款进入服役的2代舰，搭配现代化武器后，肩负着第一线台海巡查重任。而近期敦睦舰队有扬帆在即，其中成功级的首舰成功号将扮演带刀侍卫，与旗舰磐石舰和康定级迪化号共同执行远洋航行训练。借此机会，火力军本期就以成功级舰艇为主题，展开台湾的舰第2期内容的介绍。在第1期视频里，火力军介绍了忠义计划以及后续的8大16小，知道了光华1号就是日后的成功级巡防舰。1983年，忠义计划取消，台湾旋即改以成熟的外国设计，转移技术在台湾生产，即光华1号和光华2号计划。之后在对外争取的过程中，先后放弃了德国美科360、F122、意大利的西风北极等舰船，最终在美国派里级巡防舰上取得进展。1987年4月11日，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以商售途径转移派里级巡防舰技术给台湾海军，助其建造6艘本级军舰。计划执行代号为 PFG2， 等同于忠义计划的延续。也正是由于转移派里级技术的途径走的商售，而非美国官方的海外军售渠道，因此授予台湾的派里级并没有占用美国海军的舷号，以 PFG 某某某为舷号进行喷涂。而向美国授予澳大利亚的前4艘派里级不仅采用 FMS， 而且还在美国建造，因此他们都安排上了美国海军巡防舰的舰号。在整个 PFG2 计划里，据悉，总共有3家美国主要承包商通过 DCS 进行参与。第一家是派里级原设计厂商吉博斯寇克斯，该公司负责提供所有的设计文件与蓝图，并根据台湾海军的需求进行修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40快跑、雄风2等武器设备的安装，以及修改替换掉舰上部分年代过于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同型品的装备。第二家是 BIW 造船厂，负责建造、指导以及训练中船的人员，如前2艘成功级的建造工作，就是在 BIW 的驻场人员协助指导下完成的。第3家厂商则是优利系统，他们主要负责提供舰上的战斗系统，并与中山科学研究院对接，方便日后升级。当然 PFG2 计划虽然明面上走的是 DCS 途径，但所有项目系统也都是由台湾主动与美国各大相关厂商沟通谈判，完成签约。但实际上仍有若干项目走的 FMS， 如美国海军明面上并未参与 PFG2 计划，但却成立了一个计划办公室来专门负责 PFG2 的整合，并通过 FMS 将派里级舰的完整技术资料包出售给了台湾。该资料包囊括了舰船从购料、建造、测试到服役操作的完整资料文件，理论上中船只需要按 TDP 内容一步步操作就能顺利交舰。有了这几家公司的协助，1989年5月，台湾海军总部、美国协助厂商、中船公司、中山科学院、优利系统公司完成签约。如台湾海军总部正式与中船签署 PFG2 造舰合约，与中山科学院研究院签署战系装备的研究整合协议书。中山科学院研究院则与中船签署造舰实务管制协议书，确保战系装备配合造舰时程交付。1990年9月时，中山科学研究院又与优利系统公司签署战斗系统定义阶段合约，负责修改原有的 MK92 射控系统，并将其纳入台湾指定增加的武装。等着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 PFG2 就进入了漫长的建造阶段。在此阶段，美国最初有2家造船厂选择竞争 PFG2 的建造工作，一个是上述的 BIW， 即缅因州的贝斯钢铁，另一个则是位于加州的托德厂。不过最后经过台湾军方与中船人员的实际考察，一致认为 BIW 厂无论是规模还是经验都远优于 TOD 厂，加上 BIW 还是派里级首舰的建造厂，能提供最完整的相关文件与经验。毫无意外， BIW 厂最终确评中选。值得注意的是，舰载作战系统在规划设计阶段就不平静。最开始，台湾海军雄心勃勃，一度打算将光华1号的8艘 PFG 尽数装备中山科学院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新型战斗系统、相位阵列雷达以及垂直发射器等设备，但最终风险太大。1986年先改成后4艘舰使用上述先进装备，前4艘则继续采用5进3开发的改良型 H930 MCS 战斗系统。
可即便做出让步，奈何台湾海军司令部高层这个时候发生了调动，加上汰换老旧扬子号驱逐舰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台湾海军不禁起重新研发整合战斗系统而可能产生的延误，必须尽快获得能有效作战的新舰艇。因此，第一批光华1号就决定沿用原本派里级的系统，而不是 H930MCS。这较晚开发且采用分布式构架的 H930MCS 系统，自然要比派里级原有的 GDITS、MK92 组合先进得多。但谁让 MK92 系统当时已经在全球配备了超60艘舰船，使用时间接近20年，成熟度极佳，而且最新版本的 MK92 Mod 6的 SYS2 整合数据系统还具备将舰上所有的雷达信息融合成单一态势图像的能力，这是当时 H930MCS 所不具备的。因此，在1989年，台湾海军高层再次更改计划，最后8艘光华1号仅最后2艘使用相位阵列雷达与新型战斗系统。经历几次修改后，光华1号的建造总数至少达到了12艘，且分为了2批。第一批7艘，其实以成功号为首的成功级，舰体设计以派里级的考夫曼号为准，舰上的装备战斗系统则与经过改良的派里级最后一艘英格拉汉号相同，并加装了许多改良武器和台湾海军制式武器。稍后在武器部分会详细介绍。至于以田单号为首的第2批，则被称为派里级防空改良型，其舰体结构经过了大幅修改，并换装了垂直发射系统、相位阵列雷达以及先进的战斗系统等装备。为此，台湾海军还另外展开了先进作战系统专案，这个专案火力军会单独开一期进行解读。光华1号第2批舰船由于设计变动极大，故而独立于成功级，自称田单级。当时台湾海军就打算先建造原型舰田单号进行测试，若是一切顺利，就再建造3到4艘同型舰。但后因预算不足和性能不稳定，导致建造计划被取消。后来自1991年至2002年间，台湾海军共获得了8艘成功级舰艇，其中前7艘成功级自首舰成功号于1993年成军以来，每11个月就能交建1艘，平均每艘从开工到成军花费40个月，于1998年全数服役，编属于海军124舰队，与康定级巡防舰混合编组。而且由于台湾海军前期准备充足，整个光华1号的时程与预算控制极为理想，不仅如期如质，还另有预算结余，被当时的里根政府列为同时期表现优良的军备案之一。据悉，前7艘成功级的平均单价仅为 4.3 亿美元。至于第8艘田单号，其实在 ACS 专案取消后，这第8艘的建造材料就被列入替换零件行列，是中船公司经过多年的争取，才让台湾海军总部松口，并于1998年同意建造第8艘成功级。也因此，田单号最后改采与前7艘相同的构型设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距离前1艘成功级的张骞号已有数年，许多成功级的舰载设备都已停产，需要重开生产线，如 MK13 发射器，美国原厂已不再生产，也不愿为台湾这一句订单而重开生产线。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台湾海军只得通过向美国海军请求协助，才在库存里找到了一套旧品，经过修改之后交付台湾，供田单号使用。因此，就整体而言，虽然田单号除了取消2门40快炮外，并无重大的设计修改，但其采购价格要比前7艘成功级要高得多。而除了这前8艘通过技术转移自行建造的成功级巡防舰外，台湾海军还于2014年从美国手里采购了2艘派里级巡防舰，即来台后的明传号和逢甲号。台湾海军8+2艘成功级巡防舰皆隶属146舰队，肩负第一线台海侦巡重任。武器部分，成功级巡防舰的外观和武器系统与原型舰派里级高度相似，几乎承载后者于1970年代设计的构型和武器设备，具备高耸的桅杆、方正的舰桥以及布满许多雷达、天线的上层结构等。在火力部分，比起仅运用一座 MK13 导弹发射器发射鱼叉导弹的派里级巡防舰，成功级巡防舰的反舰火力有了大幅提升。其通过舰身中段额外增设的2组倾斜式发射箱，便可搭载4枚雄风2和4枚雄风3反舰导弹，尤其后者可大幅压缩150公里外的敌舰应变时间。反舰战力比派里级更猛，而且也因增设的倾斜式发射箱沿用派里级舰首 MK13 发射器的40枚载弹量，便可全部用来装填标准1防空导弹，是成功级舰艇点防空的主要手段。当然，别看该导弹性能尚可，携带量也多，但防空能力却受到了 MK13 发射器性能的限制。据悉 ，MK13 发射器一次只能发射1枚导弹，
而且每次发射后都必须等待7到10秒才能完成再装填作业，因此若是面对敌饱和式攻击时，成攻级巡防舰恐难以招架。另外，关于标准1导弹，据2023年8月28日联合日报报道称，美国原厂已停止了全球后勤支援。台湾海军现有的数百枚标准1导弹，目前只能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保修。好在还有兼具陆攻性能的 RGM-84L Block 2鱼叉反舰导弹从旁协助，为解决标准1不足问题提供了解决时间。而除了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外，台湾海军自1965年后就一直坚持在主战舰艇上安装小口径火炮，来应付小型作战舰艇。如经过武进1、2、3号改良的扬字号，就在两舷各安装了一门40快炮，而成功级也延续了这项传统。且为了配合这项改装，成功级还将原本派里级的副长舱房改成40毫米炮弹储藏间，同时为了发挥完美火力，额外加装的雄风2、3反舰导弹与40快炮均由独立的 H930 MCS 模块化系统的分布式运算单元来控制，与沿用派里级的 M92 火控系统完全独立，大大提高了船舰生存性。即使遇到舰上电力全失的突发情况，40快炮也能由人工操作瞄准与射击，使船舰保有最基本的自卫火力。同时，40快炮也是台湾海军执行警告与驱离任务的首选。不过，美国专家曾警告称，加装的2门40快炮与上方的 OTO 76毫米主炮存在一些射界影响。如 OTO 76毫米主炮以某角度发射时，炮口震波就会波及40快炮炮塔里的操作人员。据悉，当初成功号完工后，中山科学院曾在40快炮的炮塔里放了一只兔子进行测试，结果等 OTO 76毫米快炮开火后，兔子果然被震得七窍流血而死。为了补救，台湾海军曾在40快炮的上方增设金属挡板，但效果不佳，故成功号及其后续舰都没有安装金属遮板。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据说有人建议直接取消40快炮，一劳永逸。不过台湾海军在权衡利弊后，仍然决定在成功级上加装40快炮，只需要在接战前将40快炮装填好子弹，就能与 OTO 76毫米主炮一同使用。就是弹药耗尽后，需要装填手从船舱内进行炮位填装，操作上比较不便。因此，前7艘成功级都装有这2门40快炮。至于追加的田单号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前7艘在实际使用中实用性并不大，随即就取消了安装。倒是在舰尾甲板两侧各装了一挺 12.7毫米 M2 勃朗宁重机枪，用来在停泊时进行防卫。在反潜方面，与具备完整反潜套装的派里级相比，成功级未能购入 AN、SQR-19 拖拽式阵列声呐和 SH-60B 等反潜利器，只是在舰首配备了 AN、SQS-56 声呐和搭载了2架 S-70C 反潜直升机。最大努力是该舰具备了立体反潜能力，且在资料传输上用的是 ANS-150 战术系统，而非 SH-60B LAMPS-3 的海鹰数据链。台湾后来还通过博胜计划向美国采购了首批50套3军通用的 Link-16 联合战术情报分配系统，使成功级配上了 Link-16 终端机，建立了完善的数字化数据链。最后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成功级在设计上避免了许多派里级的大坑，如在派里级的最初设计中，舰体应力分布计算的并不理想，出现了2头重中间轻的中拱现象，其舰舱极易破裂进水。对此，美国海军的应急措施是在舰体中段增加了120到140吨的压舱物，并将舰体中段的水线以下部分的钢板加厚，从而降低形变的发生。但台湾自造的成功级舰艇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不仅消除了中拱现象，也使舰体重心降低，增加了稳定性，使其满载排水量增加为4100吨，极限排水量增加为4400吨，成为台湾海军最倚重的一级舰，担负着立即待命、快速反应之类的任务，对任何接近台湾海域的海上与空中目标进行监控，驻地在马公军港。当然，成功级也延续了一些派里级令人诟病的缺点，如单轴设计。2006年3月20日，敦睦远航支队在停靠帛琉时，支队的成功级巡防舰和郑和号在港口与不明物发生碰撞，导致车叶受损，丧失动力，最后靠其他舰艇拖回国内，又或是上述额外安装的雄风3导弹发射箱。2012年5月底，台湾海军证实，成功级换装雄风3导弹后，机库结构的漏水现象加剧，承受该设备推力的甲板出现了结构强度不足的情况，而且更大更重的雄风3也使成功级上部的重量加剧，使成功级在海上航行时，如果不开启主动稳定器，舰上成员晕船的几率就会大幅增加。
其他还有上层结构使用易燃的铝合金材料、鱼叉导弹、声纳、射控系统等设备无料可修的问题。新购的逢甲号和明传号更是只能通过剩余物资管道向美海军申购除役船舰拆除的堪用组件来维持妥善。不过去年台湾军方就指出，已向美国表达了美制船舰日渐老旧、后勤维修困难等情况。台湾海军司令部去年8月29日也对外明确表示，台湾海军会依照台军整体防卫构想，审慎评估规划武器装备的性能提升，以满足现代作战需求，而各类装备均会计划进行维护。那些标准一样的武器设备也均有替代规划，不会影响战备任务。综上所述，成功级虽然独立作战能力不强，也不是真正承担主战防空任务的舰艇，但绝对是台湾造舰事业的巅峰之作，肩负第一线侦巡重任。同时，为补足水面舰战力，台湾海军依旧在追求高性能舰艇，进行了新一代巡防舰计划。据悉，防空型和反潜型的原型舰已分别于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开工，预期建造12艘，以取代现役6艘的济阳级巡防舰，成为新一代台湾海军守护者。好了，成功级巡防舰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以及下一期想了解哪一款型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